上回我们讲到，近卫毒魔怀揣亚洲同盟的梦想，访问了中国，与张之洞、刘坤一一些实权派人物谈得还不错。但历史的剧本从来都不是按照个人的设想走的。他前脚刚走，中国北方呢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又极其复杂的义和团运动。紧接着呢，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这一通折腾下来，已经千疮百孔的清政府，在收拾烂摊子、思考未来出路的同时，为什么反而更加坚定地把向日本学习这条路要走到底呢？公元1899年11月，近卫毒魔结束了环球旅行，回到了日本，情绪呢挺高昂的。他这趟最重要的收获呢，就是得到了中国高层官员的首肯，支持跟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你看，张之洞的孙子呢，已经在东京上学了啊，更多的提供了学习机会，扩大官方交流的计划呢，也在东亚同文会的框架下正在制定。刘坤一呢，还给他个人写了私人的信件，同意把这个旨在培养中国通的东亚同文书院从原定的南京改到上海。这座在公元1900年开学的书院，在当时呢是完全是个新鲜事物目标是到公元1945年前培养出大约5000名毕业生，让他们能够拥有在中国做生意的实用技能。书院每年的考察报告都被日本方面视为关于中国最新情况的一手分析。这些好消息呢，当时看起来确实让人乐观。可是春去下来，坏消息就从华北传来了。一群被西方人叫做义和团的赤贫农民，从农村渗透到北京、天津等地区，一路施暴。他们刚开始呢只是反洋教，后来呢就变成了不加区别的灭洋。清廷刚从戊戌变法的震荡中缓过神来，而如今呢又面临新的政治风暴，因为呢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一下子呢又陷入了混乱。住在北京的外国人都在担心，清廷到底会不会派兵呢保护他们，还是说他们得自己请本国的军队来制止暴力？到了公元1900年的6月，指望清廷保护的外国人基本就可以死心了，因为此时清廷内部呢占上风的观点，竟然是要去利用民众这种仇外心理来对抗列强对中国的主权侵蚀。6月21日，清廷干脆对列强全面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修万古，何若大章挞伐，一决雌雄？在北京全民攻击使馆区，包围了将近500名外国的平民，其中也包括日本人。这些人呢，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人质。跟这些外国人一样前途未卜的，还有那些深谋远虑的东南省份的地方大员，比如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他们都反对清廷宣战的决心。这一下处境变得更尴尬了。看着情况一天天恶化，近卫毒魔却提醒日本政府，即使中国军队杀了日本驻清的公使馆的书记关山山兵，也不应该过度反应。他担心跟中国的外交关系迅速恶化，会扰乱中日贸易，破坏东亚同文会在华南精心搭建起来的官司关系网络。那么到了8月中旬，组成的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联军的官兵超过1/3的是日本人。考虑到在中国的长远利益，近卫站出来敦促日本政府带头从中国撤军。他把撤军看作是对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这些重臣示好的姿态，同时也想借此向其他列强，特别是俄国施加压力，让他们也跟着撤。对近卫和日本公众来说，当时最大的焦虑是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不断做大。虽然北京局势稳住了，但成千上万的俄军正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南推进。清廷部分官员也同样担心日本和其他列强的意图，一贯亲俄的李鸿章就怀疑，尽管日本把保全中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紧要关头，他们真的靠得住吗？不过呢，张之洞和刘坤一呢，倒是仍然深信中日合作对中国有利。李、张、刘这3位都曾反对宣战的重臣，成了收拾残局的可靠人选。公元1901年9月，李鸿章与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大清政府好歹保全下来了。
同样呢，张之洞和刘坤一搞的新政改革方案，也只是试图用现代化的元素来修补一下满汉共治的大清政权，而不是用一个全新的制度去取代它。在他们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在全国建立像日本那样的学校制度，并且尽快的废除科举。这几项变化的重要性怎么夸大呢？其实都不为过。我们看看有哪些啊？第一呢，如今日本而不是中国成了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者之一。第二，虽然科举考试已经渗透进中国精英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个实行了几个世纪的人才选拔制度必须要废除掉。新政已经涉及了废除科举细节，新式的考题也迅速被引入了。比如公元1902年的武昌科举考试里边就有这么一道题目：当日本政府实行变法时，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哪些改革措施证明有效？3年以后呢，公元1905年，科举制度被完全废除，培养官员的责任也转移到了刚刚起步的新式学校身上。像张之洞、刘坤一这些讲求实际的改革派，之所以鼓励去日本学习，首要原因还是因为便宜。送官员去日本考察，或者送学生去日本的现代学校留学，比他们坐船去欧美或者美国省太多了。再者呢，虽然支付给来华的日本教师或者顾问的薪水虽然比中国人高，但他们的预期薪资还是比西方人低很多。文化因素呢，也是张之洞考虑的因素啊。中日两国门字相似，日文呢是从中国中文改造过来的，这意味着中国人学日本要容易得多。还有呢，来中国的日本顾问大都学过一点点基础的中文写作，应该比较容易学会说中文。这些呢都是基于效率的考虑。张之洞在武汉雇的幕僚都是德国人，他们在学中文这方面肯定相形见拙。日本作为学习对象，那些曾经怂恿过义和团的官员，现在生怕欧美列强会施加报复，并主导中国改革的进程。在这种挥之不去的反西方的情绪下，学习日本是比较容易被各方接受的改革方案。而且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呢，日本的表现获得了媒体的好评，这些呢让清廷官员的印象都很深刻。有一段时间呢，这些官员也认可日本人所说的中日联合抵抗西方的主张。而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呢，其实各不相同。刚刚吞并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国，却通过了一系列的排华法案。所以呢，除了省钱和安抚顽固派，在教育改革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倾向日本，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原因。日本的教学理念符合中国人的心态，特别是日本强调道德教育，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最后呢，对于张之洞、刘坤一这样老练的政治家们来说呢，对于各地的民间已经出现的大众教育给予官方许可，放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来看，也是说得通的。经过庚子年这场大乱，辛丑条约这笔巨债反而让清政府下定了以日为师的决心，从教育制度入手，开启新政。蓝图是画好了，可具体怎么学呢？纸上谈来终觉浅。于是呢，一场规模空前的官方取经活动终于拉开了大幕。接下来呢，我们将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清朝官员士绅浩浩荡荡的东渡日本，他们看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又带回了怎样的震撼与思考呢？下一回呢，我们就来详细聊聊清政府赴日考察团的那些故事。